女孩一个人夜里走路到底多危险啊！她刚走出热闹的市区，突然被背后的凶手击晕，然后迅速被拖走。等她再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阴冷的暗室里。女孩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四处看了看，周围的墙壁都被塑料薄膜包裹，这里显然是个用来犯罪的地方。她摸索着四周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，但眼前却是一个装修豪华的居室，里面还有一个看似彬彬有礼的男士。男士对女孩的困惑，声称是昨天救了她，还略带责备地问为什么他要独自一人回家。接着他拿出了女孩的手机，示意她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。女孩正要接过手机，却见男人突然把手机扔了，他的笑容逐渐扭曲，变得可怕，突然猛地推撞那试图逃跑的女孩。女孩惊慌失措地大叫救命，但男人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回，随后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越是看到猎物的恐惧，越是兴奋。就在这时，他紧握住女孩的手，开始用力，准备将刀子反手插进女孩身体，边做边描述每个器官被切实的反应。终于，他将刀子狠狠地插入女孩的大腿，还告诉她最好不要拔出刀子，否则血可能会喷满整个屋子。看着地板上的血迹，男人突然对折磨猎物失去了兴趣。女孩费劲地爬进了暗房，并锁上了门。那家伙完全不担心女孩会逃跑，他开始专心清理现场的痕迹。女孩趁机用蓝牙拨通了妈妈的电话，她让妈妈立刻报警。接到报警后，消防员迅速出动了，附近的警察也急忙做好处置准备。通话被转接后，警员们立即联系上了受害人，但从目前的环境判断，他无法确定自己确切的位置。随后指挥中心定位到了女孩，地点是温吉公寓，这个地点距离最近的基站有1公里远，剩下的任务就得靠各个分队努力了。不过不幸的是，他们遭遇了常见的问题，那就是交通大堵车。但前面有摩托车手开始疏导交通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救援车辆很快开通了一条路，甚至在十字路口，摩托车手也把车辆都拦下了。原来他是警队的队长老金，但总有些不识时务的人阻碍救援。一个中年男子拒绝挪车，还挑衅说让警察给他开罚单。这一幕非常真实，但现在的时间1分1秒都宝贵。为了确定具体位置，女孩费力地爬到窗户边，但让人绝望的是，窗户被坚固的物体封死了，根本无法打开。受害人的腿部还插着刀，此刻绝对不能移动，否则会流血过多，最终导致死亡。这个公寓真大，到底哪间才是受害者待过的呢？凶手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，竟然还打算做午饭。这个小区有5个出口，但摄像头特别少，把一个成年女性拖回家并不简单，所以凶手肯定是这里的居民。根据那个女孩的描述，现在她一呼吸，伤口就会流血。消防员小美让她按压伤口，经过评估，判断为动脉性出血，这说明动脉受伤了，所以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们只剩下1个小时。此时凶手正在熟练地剔除肌肉，让那女孩意识到她的处境。她的求饶声响起，凶手责备那女孩，说她本应乖乖接受死亡，不过没关系，她准备去烧水，吃点东西后再慢慢处理尸体。女孩听后，立刻把烧水这个线索告诉了警方。老金让她描述一下凶手的特征，这对侦破案件很有帮助。凶手似乎懂医学，客厅里有轮椅，厕所也打扫得很干净，柜子里还放了很多女性用品。老金觉得凶手不像是变态，他可能是医疗行业的，这个可能性比较大，可能是个完美主义者，而且能仔细地清理犯罪现场。到底会是谁？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性用品？思考了一会儿，老金突然明白了，他所在的地方根本不是自己的家。就在不久前，这个公寓就发生过女性失踪事件，显然这家伙以前就犯过案，和这个恶性极高的凶手单独相处，这位受害者能安全离开吗？女孩被绑架后，被关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，她的大腿还被凶手用尖刀刺伤，她每呼吸一次，血液就不受控制地流出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女孩开始感到身体发冷，这是失血过多的表现。警员建议她通过掐指甲来保持清醒，但这种方法维持不了多久。如果找不到女孩，她只能等死。而凶手在外面精心准备午餐，他把肉搅碎，像处理猎物一样，完全没有丝毫情感。这时警方查到了公寓里之前失踪的一个女性信用卡和电话卡，已经逾期4个月，确定地址就是1305号，这意味着凶手很可能就藏在这里。老金故意按了门铃，屋内的凶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老金假装要检查水管，右旗开门，对方一开门，众人迅速冲进去将他制服，但检查后众人都惊呆了，这个人似乎根本就不是凶手，真正的凶手却被别人给敲开了门。外头传来了声响，朝夕偷偷地开门看了看，面对返回的凶手，他只好继续藏在屋子里。经过一番盘问，这男子是来请失踪者家帮忙的，所以
老金他们这回没找到人，朝夕的裤子已经被血染得通红。这时老金提了个新主意，就是让受害者生火冒烟，靠那明显的烟雾，应该能找到他的位置。朝夕快撑不住了，要是一会儿凶手闯进来，他真的可能会没命。在老金的指导下，朝夕看到马桶上的打火机，这成了他唯一的生存希望。消防队员小李斥责老金太不靠谱，要是受害人被烟熏死怎么办？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朝夕费力的一项打火机拿到后，他愣住了，里面竟然没有气儿。消防员小李让他先拿下打火机铁片，然后把打火机整个包起来，最后用地面摩擦齿轮，这样应该能擦出火花。只是试了几下，朝夕感觉自己的力气都用光了，头又沉重起来，每流出一滴血，就像抽走他的灵魂一样。这时朝夕的妈妈赶到现场，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的鼓励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定要再试一次，可能真的是母爱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。用尽全力摩擦后，朝夕终于点燃了一点火苗，他把纸巾放在窗户边，然后努力爬向浴室，现在只能静静等待救援。老金他们终于确定了朝夕的具体位置，凶手也开始变得焦躁，他拿出钥匙一个个试着开门。老金正在云梯上慢慢接近窗户，试完最后一把钥匙后，凶手终于打开了门。这时老金他们就要到了，看到这情况，凶手准备立刻逃跑，但门口已经有警员在守着。这时他真的成了困兽。进了屋子，老金他们立刻开始搜查，但老金刚进入一个房间，就被藏在暗处的凶手挟持了。此时火势已经非常危急，就在凶手开门的那一刻，房间里的电器突然爆炸，小美立刻用水枪压制火势，另一名队员迅速冲进去，在浴室找到了晕倒的朝夕，他们把她救了出来。小美立即进行心肺复苏，但凶手此时也苏醒过来，试图在救援时制造混乱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老金冲上前将凶手撞倒，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，一记过肩摔让凶手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众人齐心协力，朝夕终于安全脱险，这证明了意志力的强大。消防与警方的完美协作当然是功不可没，这是这次侦破成功的关键。至于凶手的动机，原来他曾经开过一家宠物医院，但因为过度使用药物而被迫停业，因此他开始怀有报复和杀人的念头。他肯定以前也杀过人。老金决定调查一下下水道和绞肉机这些地方，还有那个布满塑料的暗室。老金追问他到底杀了多少人，没想到他竟然自豪地说自己杀了6个半人。至于为什么是半个，那是因为今天的朝夕，他差点就杀成功了。这房子也不是他的，为了避免警方怀疑，他甚至都按时付了房东的电话费。每次作案，他都会先给受害者注射麻醉剂，然后假扮家属，用轮椅转移受害者。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产生怀疑，还误以为他是个体贴的好男人。在他眼里，人就像肉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有在临死前才会低头。那种看着别人求饶的快感，每次想起都会让他忍不住笑出来。那时他才感觉自己是主宰。听到这些，老金愤怒地上前，一把掐住了凶手的脖子，但最终他还是松开了手。任何罪行还是应该由法律来裁决。这起案件终于告一段落，不过那个不肯挪车的家伙得开一张罚单给他。老金之前在广搜队工作，后来被调到这里。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提到他和一位不和的检察长有过节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他在这附近租了个房子。不料当晚又发生了新案件，这次消防和警察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？一个初中女孩在家里吞农药自杀，得知后她妈妈一巴掌打过去，还责问她为何要吃农药。女孩很快因毒性作用开始感到剧烈疼痛。老金在角落发现了一个瓶子，瓶子里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。这时消防员小美建议带孩子去急诊，没想到妈妈竟然直接拒绝。她认为这不是大事，上次治病花了她70万，再说女儿很懂事，认为女儿已经吐出了所有东西，所以不需要洗胃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母亲真是太绝了。就在消防员准备破门时，她还担心门坏了要花钱修。警员好说歹说，最终女孩被抬上了救护车。上车后她呼吸更加困难，于是小美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。到了医院，医生马上叫停了输氧，因为他发现女孩喝的是百草枯，这是一种极毒的农药。得知小美途中给她吸氧，医生只能叹息，现在女孩的尿液已是黑色，她喝下了整整60毫升百草枯原液，已经是致命剂量的5倍多了。如果吸入高浓度的氧气，会让肺部纤维化加速。果然仅仅10几分钟，贤淑就到了呼吸困难的临界状态。母亲急切地请求医生给她供氧，但这样做无疑是在加速她的死亡。贤淑不停地向母亲道歉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终于明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时候母亲也非常痛苦，
在小美的抢救下，单雅又醒了过来。她的第一句话让人心碎。说完这些，贤叔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小声对小美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小。最终，贤叔还是走了。小美尽了所有办法，但还是没能救回贤叔。她非常自责，如果不是自己在路上耽误了时间，或许贤叔不用这么痛苦的离开。最伤心的可能是母亲，当她终于学会怎样向女儿表达爱的时候，女儿却已经离她而去。这段悲情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查明女孩的死因，这是最关键的。老金用贤叔的指纹解锁了手机，手机里的一条短信瞬间让案情性质发生了转变。看起来贤叔可能是被迫自杀的。通过查询信息来源，这条短信是从一个国外聊天软件发来的，而且聊天记录会自动删除，这大大增加了追踪的难度。小美提供了个关键线索，就是贤叔临死前的遗言。看来贤叔服毒时并不是一个人，这很可能是一宗教唆或诱骗的谋杀案。葬礼结束后，老金想出了一个点子，就是要查一查贤叔的体验，通过这个判断杀手的动机。在智胜的建议下，妈妈最后同意了做体液检测。但贤叔的同学们真是各有千秋，有的笑得像中了彩票似的，有的冷漠地说不熟悉死者，还有的拿手机录视频，说要火了当网红。当然也有个小子一直低头玩手机。看来调查没啥进展，老金他们准备走人了。但在现场，他们看到了个神色慌张的男人。调查发现，贤叔在学校经常被孤立，他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玩手机。威胁短信是案发后发的。贤叔被送上救护车时，凶手发现他没死，还想继续威胁他，可能是害怕贤叔说出真相。既然贤叔总是拿着手机，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？通过执法记录仪的回放，小美又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发现贤叔有自残的倾向，还把这些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。个人简介里写着，自己因为没有父亲很痛苦，但奇怪的是，贤叔经常晒很多美食照，这表明总有人请他吃饭。在最近9个月里，贤叔上传了8张餐厅菜品的照片。通过卫星和社交动态定位，警方确定了所有餐厅的具体位置，再结合就餐时间的基站数据，进行了数据匹配。他们发现了一个男性，这个人曾在葬礼上表现得格外不安，就是那个家伙。这时老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凶手可能就是潜入贤叔家的人，然后逃跑了。因为那个区域经常发生入室盗窃。老金赶到现场，他用紫外线手电筒照了照那男人的手掌，立刻判断他不是凶手。但那男人也忍不住了，他说自己是贤叔的亲爸爸，女儿的死让他始料未及，感到非常痛苦。贤叔很久不见父亲，一见面就要求父亲带他去吃大餐，但坐下来后他就盯着手机，然后就向父亲借了1000万，这让人觉得很奇怪。一个学生需要这么多钱来做什么？而那天晚上，老金又得到了关键线索，女孩在家中吞药自杀，送到医院已经太晚，她的生命停止在了手术台上。但警方调查显示，贤叔可能是被谋杀的，因为他临死前收到了威胁短信，遗言中提到有人要求他喝农药。最关键的证据是，他家外墙上有攀爬的痕迹，这可能是凶手留下的痕迹。既然这样，那么窗户上肯定留有什么痕迹。这么一想，老金马上掏出了紫外线手电，果不其然，他找到了一张不该在这的纸。但是经过鉴定后，他们都惊呆了，数据库里找不到任何匹配的指纹。老金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，他取来了死者同学葬礼上用过的水杯、肥妹自拍和哥们穿红外套的憨笑女，还有那个滑头小子，虽然名字还没弄清楚，但杯子上一定留有指纹，应该能和凶手的指纹对上。由于现场留下的脚印很小，老金猜凶手应该不是成年人。最后他们通过指纹锁定了一个叫俊泰的小伙子。此外，这家伙还试图在微波炉里销毁手机，幸亏老金及时抢回来了。阳台上的鞋印也找到了对应的鞋子。杨俊泰说他是班长，经常按老师要求去家访，但他手上的痕迹显示，俊泰每次都是爬外墙的管道上去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家访？非得偷偷爬上去不可吗？显然这小子在撒谎。俊泰确实很聪明，他知道凭现有证据还定不了他的罪，因此老金只有6小时来揭开背后的真相。这时俊泰的耳机引起了老金的注意，这小子从审讯室出来到现在一直在听网课，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听什么。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显示，在救援贤叔时，有警员不小心拔掉了电脑的音频线，这首音乐的播放揭开了秘密。通过识别这首音乐，老金终于明白了贤叔的死因。回到审讯室，老金没多说什么，直接在俊泰面前摆上了一瓶农药，然后又放起了那首音乐。这时俊泰的表情明显变了，他显得有些掩饰不住。这时同事带来了一堆文件，并告诉他，这些是从俊泰破损的手机里恢复的所有资料。这家伙
终于支撑不住了。这就是俊泰的真面目，他年轻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邪恶的心，他把一切都归咎于那个已经去世的笨蛋。为了找人帮他赚钱，有一天下午，俊泰单独找到了贤叔。他知道贤叔在班上是个孤立的存在，于是就给了他一部手机，手机里装有一个软件，只要跑得快，就能赚大钱。贤叔从没想到钱来得这么快，妈妈辛苦1个月才赚300万，而这里只需要3小时。渐渐的，贤叔被俊泰用钱的诱惑拉进了深渊，他开始不再关心上课和学习，而是整天盯着手机，但越玩就越输。于是他开始借钱来填补漏洞，可俊泰却向他索要了整整1000万。贤叔气愤难耐，大声威胁要向全校揭发俊泰的行径。为了封住贤叔的嘴，俊泰趁无人注意，悄悄爬管道潜入了贤叔家，还偷偷拍下了他的身体照片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俊泰坚持要贤叔还清1000万，否则就把照片放到网上，让他名誉扫地。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，贤叔只能跪地求饶。没想到这家伙更加无理取闹，竟然还要贤叔把他妈的银行账号告诉他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敲诈钱财。贤叔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他拿出了从老家带来的农药。贤叔挑衅说有种就杀了他，这激怒了俊泰。俊泰逼他如果有种就喝下去，说他就算给500个胆子也不敢喝，还不断嘲笑贤叔是个废物，警告他如果不听话，这辈子就这么完了。贤叔的自尊被激发到极点，一气之下，他抓起农药猛喝了几口，结果立刻吐了一地。没想到贤叔真敢喝，这下的俊泰赶紧逃开，他的脚印就是那时留下的。当晚救护车来时，他担心贤叔会揭发他，所以赶紧发了威胁短信给贤叔。真是恶魔般的行为。虽然贤叔已经痛苦了好几个小时，他还是因为害怕俊泰而选择放弃生命。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。本以为这孩子会认罪，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但在老金看来，这都是废话。俊泰的生日还有3个月，巧的是，这个案子从立案到整理口供，再到移送检察机关，也需要3个多月。到时候他的生日早就过了，这个案件终于告一段落了。老金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。希望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论年纪大小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第2天，老金悄悄地来到了一片树林，因为这里很安静，他在这里等待着一个难以忘怀的人。这个人也是他最感愧疚的人。时间不早了，老金刚搬进新公寓，连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整理，但他的同事告诉他，这个新公寓以前发生过火灾，还有一起密室失踪事件。走进房间，感觉这里和其他房间没什么不同，但案件记录是不会撒谎的。这里确实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火灾，当时一名28岁的考生神秘失踪，单元门的监控记录下了他最后的身影。火灾之后，整个房间几乎被烧毁。这到底是一场意外，还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凶案呢？这是一起没有遗体的密室杀人案。一名男性考生在公寓内神秘消失，他的房间被火完全烧毁。1年后，刑警老金搬到了这里，他立刻觉得这案子不简单，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消失。于是老金和同事开始敲地板。根据银血检测的结果，他们发现地板下有大量血迹，所以这很可能是凶手的作案现场，这里很可能就是杀人现场。事发后的纵火行动显然是凶手为了销毁证据。接下来老金标出了一个区域，因为那里的血迹最多，地上的拖拽痕迹表明尸体被凶手移动过，最后停在了洗手间。凶手可能在这里清理了血迹。消防员智胜也注意到了这点，要制造密室杀人并纵火，就得有点火的手段。房子被烧得很严重，凶手一定用了易燃物。从案件开始到现在已经1年，警方查看了近3万个监控，覆盖了2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地方，但都没找到线索。唯一的解释是尸体被处理掉了，这里的化粪池2年没清理过。经过几天的打捞，他们真的在里面找到了一小块人体组织。本以为能找到关键证据，但这块组织太腐败了，无法从中提取到 DNA。 调查似乎到此为止，但还有一人引起了老金的注意，那就是失踪者泰勋的前女友美英。当时他们正准备一起考公，而且在泰勋失踪前1个月分手了。分手之后，他们曾同居的房子就断了水电。从审讯记录看来，美英特别讨厌矿泉水瓶。老金大胆猜测，在停水的房子里要分尸的话，必须自己去买水，2升的水能冲1次马桶。凶手先将内脏等软组织切碎，然后倒进马桶冲掉，这样反复几次就能处理掉尸体。但问题来了，那些硬骨头该怎么办呢？这都是猜测，还是得先找到美英。原来泰勋失踪后，美英一直住在楼下没搬走，她学的还是化学。老金故意在美英面前提起泰勋，她的表情立刻变了。
接着，老金当着他的面喝矿泉水，还故意洒了一地。趁美英捡瓶子时，老金注意到她手臂上的伤痕，这一点非常可疑。通过小美的回忆，他曾见过美英和泰勋吵架，他们关系看起来很糟，但美英总是低头求饶，这可能就是作案动机。到了晚上，因为调查，无处去的老金只能睡楼道，半夜急需上厕所，他冲进智胜的房间洗手间。临走时，他注意到了浴缸，智胜房间的浴缸侧板跟他的房间不一样，而且边缘非常柔软，看来是后来加装的。他们没有多想就拆开了，打开之后，被突然释放的臭味熏得他们睁不开眼，里面还有很多黑塑料袋，里面竟然装着大量人骨。原来这些难处理的骨头都被凶手藏在这儿了，难怪之前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些奇怪的声音，看来是腐烂的味道散发出来的。国科搜很快对这些尸骨展开了检查，发现骨头上还粘着些许肉块，显然是凶手用锋利的工具剔除的时候留下的，而且每块骨头都是从关节处被分割，所以凶手肯定一开始就清楚这些骨头不好处理。通过盆骨的大小和形状，法医确定了死者是男性，胫骨上还有一处粉碎性骨折，这应该是凶手在不经意间猛击头部侧面造成的，导致脑骨也有骨折。这表明死者在临死前曾经抵抗，最后致命的一击也是在头部，这就是头骨上那个大洞的原因。从伤口的形状来看，凶器可能是铁锤之类的重物。头骨上的愈合痕迹显示，死者并没有立即死亡，而是慢慢失去了生命。接着，法医发现了重要线索，那就是盆骨上残留的一小片刀片，在那不起眼的浴缸里，竟藏着大量高度腐败的尸骨。警方调查显示，死者泰勋最初是在客厅被凶手用钝器击中致死，然后尸体被拖到洗手间分割，将柔软的身体部分切碎，从马桶冲走，而最坚硬的骨头则被装进塑料袋，藏在隔壁房间的浴缸下。最后，凶手用大火将现场烧成灰烬，他可能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，但法医在尸骨中还是发现了线索，发现了一块断裂的刀片。从造型上判断，这明显是一把切生鱼片的刀。老金开始分析手头上的线索，这刀片能精确地击中人的头部最脆弱的部位，这说明凶手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。而另一端的智胜也注意到了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是火灾现场的窗户夹着一卷报纸。首先，这是个伪装的密室谋杀，所以凶手肯定没亲自在现场。火灾时，窗户开了个4厘米的缝，缝里正好塞着那卷报纸，这报纸完全能吸收易燃液。凶手用报纸作为导火索，这样他不用到现场也能点火，而且用的是打火机油，非常适合这种用途。凶手用报纸做引线，火就这样传到了楼上，然后引燃了窗帘，接着烧毁了床，床上地火，又烧到了地板上的乙醇洗手液，立刻引起了爆炸，整个屋子瞬间变成了火海。所以凶手的目的就是用这办法毁尸灭迹。老金注意到手套烧焦的部分，这个位置和美英手臂上的烧痕一模一样，所以美英就是凶手。此刻的美英看起来很慌张，在街上急匆匆地走，因为她总觉得男友泰勋会突然出现，这种情景一直在她脑海里重现。老金立刻赶往美英的家，果然他家窗框上的烧痕肯定是美英点火时留下的，这也解释了她手臂上的烧伤怎么来的。地上散落的大量催化剂也说明了一切，而且还少了3瓶，这表明美英现在非常危险。她提着包走进了警局，看上去精神状态也不太对劲，连警察问话她都没回应。转眼间，她男友泰勋又出现了，在极度恐慌中，美英抓起催化剂就往他身上泼，然后她抓住泰勋的手说：“连自己一起带走吧，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”紧接着，她掏出打火机，就在她准备点火的那一刻，老金立马扑了过去，挥手打了下来，但火还是点燃了。在紧要关头，智胜抓起灭火弹就扔向了火源，这才防止了火势蔓延到人身上。而在美英眼中，泰勋那张恐怖的脸始终挥之不去。从老金搬过来的那天起，美英就注意到了，他经常偷偷在门口窥视，就是害怕身为刑警的老金发现什么。当老金在化粪池抽水时，他也紧紧盯着。美英开始感到焦虑，但因为在建筑安全科工作，他学了很多关于纵火的知识，专业又是化工，对易燃物的调配更是了如指掌。这把生鱼片刀也正是他用来分尸的工具。美英说，自从警方介入调查后，他总能看到死去的泰勋出现，他宛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，无论何时何地都紧随其后。美英本来根本不想杀人，全都是泰勋逼的。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情侣，还一起准备考试。在长时间相处中，美英怀了泰勋的孩子，但泰勋却软硬兼施，让她去堕胎。美英无法忍受，于是提出分手。没想到泰勋用堕胎证明威胁说如果分手就告他。
因为这是违法的。一个有污点的人怎能公开争取自己的权利呢？美英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。事情还没结束，泰勋还要求他每月帮他还贷，如果不这么做，他就要毁了美英的一生。这样，美英就陷入了无法逃脱的困境。终于在一个中午，美英用铁锤狠狠地砸向泰勋的头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从杀人的迷茫中恢复过来，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。他开始上网搜索，怎样伪造密室杀人案，怎样解剖人体。最后，他在泰勋还有一口气时开始刮骨割肉，然后把他的遗体冲进了下水道。这是一起因愤怒引发的杀人惨案。美英痛哭流涕，但对于即将揭露的真相，这些都无足轻重，因为堕胎本身就是违法的，所以没有诊所会开这种证明。真没想到，自己竟是因为一个本不存在的威胁而杀人，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。案子虽然结束了，但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。尽管泰勋很可恶，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杀了他。美英虽然值得同情，但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救自己。到了晚上，一个有权势的男人找到了老金，这人正是以前被老金抓过的大老板阿华。他曾涉嫌贩毒，被抓后却因为人脉被释放，这和老金的父亲是检察长有关。但阿华却说老金也是杀人犯，他把一个千纸鹤扔在老金脸上，这和老金几天前在山里祭奠已故的志廷留下的完全一样。阿华警告老金要小心，否则他连警察都做不了。不久后，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。随着老金的秘密被揭露，他还能冷静结案吗？一场奇怪的交通事故突然发生了，一个小女孩被车撞飞，重重地砸在公交站台上。消防员立刻展开救援，因为出血和肿胀，她的气道被堵，必须立刻送医。据她妈妈说，她下班带女儿赶回家，不小心弄丢了玩偶熊，她弯下身去捡玩偶时被撞，不清楚是什么品牌的车，但是一辆白色小轿车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宗交通肇事逃逸案。西园这个受伤的女孩，不仅双脚跟骨折，连手腕和手指脚趾都多处骨折，有些甚至是愈合后再次断裂。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是，她全身总共有16处骨折，这些骨折和交通事故并无直接关系，她的骨折被视为虐待的证据。从这些伤痕可以分析出许多情况，特别是她腿上的伤痕，进一步证实了她长期受到虐待。这起交通事故背后，实际隐藏着一宗令人发指的虐待儿童案。警方第二天对现场进行了痕迹分析，发现周围没有监控设施，在附近的草丛中，他们找到了车灯的碎片。通过和多种车型对比，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那辆肇事车的品牌和型号。现在，警方正在全面搜索该车的行动轨迹，这是捉拿嫌疑人的关键一步。警方经过一番追踪发现，那辆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商场。警方还没赶到，车内突然冒出浓烟，同时触发了火警警报。消防员迅速将车内的男子救了出来。原来这个男子正在车内烧炭自杀。得知这个男子正是肇事者，小美本来要给他戴上氧气面罩的手突然停了下来。犹豫片刻后，她还是给他戴上了，因为只有救活他，才能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。男子醒来后不停地向西园道歉，他还说因为内疚，所以想要以死谢罪。看着肇事者被送进医院，女孩的母亲愤怒地冲上前来寻求公正，但她还是被大家拦住了。看她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很奇怪。母亲昨天还在大声痛斥肇事者，誓言要让对方付出代价，今天却和肇事者和平解决了。可老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于是他去了西园的幼儿园调查。老师说西园是个乖巧活泼的孩子，和他妈妈关系也很好，从不哭闹。西园没有父亲，画里的那个男人是他叔叔。秀丽说那个男人是他打工地点的常客，后来他们发展成了男女朋友，但那男人后来骗了他的钱跑了，连电话都是国外的打不通。他经常单独带西园，西园身上的伤可能是他造成的。根据秀丽的信息，警方锁定了一个叫金哲浩的人，于是查到了对方的手机号，联系运营商成了关键。组长装成棒球爱好者，和一个卖黑卡的中介老头成交，跟着这老头来到一个车间，最终找到了金哲浩的手机号，号码确实是国外的，但交易地点是在棒球场，而且是3周前的事。这说明那个骗子金哲浩还在这附近。看监控时，他们都惊呆了，那人竟是西园受伤的肇事者，这家伙正在领取保险金。原来孩子他妈早就认识那家伙，他们是串通好一起欺骗警方的。根据国科搜的调查，碾压时车轮的印痕留在了女孩的腿上，这表明车辆压过她后逃逸了。但她是怎么被撞飞到站台上的呢？唯一的解释是女孩受到了多次伤害。老金急忙赶到案发现场重新取证，路过的外卖员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一场追逐后，老金最终拦下了他。
外卖员透露，他们公司已经垄断了这片区域，因此这里的外卖全由他们公司负责，这样就容易多了。查看当晚的监控录像，老金他们最终揭露了血淋淋的真相。之后，老金把2人都叫到了警局，一坐下就对肇事者哲浩说：“女孩已经没命了，这案子现在已经变成了肇事逃逸致死案，还得赔偿1亿5千万韩元，可能判15年左右。看他还不承认。”老金故意数秒走向门口，正好第3秒，秀丽刚想开始狡辩，这时对方被带进来了。最终在2人正面冲突时，案件的真相终于大白。这位母亲为了骗保，竟然和男友一起用车碾压女儿的腿，但因为伤势不够重，始终没达到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，所以他们一次次加速撞向女儿，直到女儿系园病危昏迷，2人才假装报警。接着上演了一出悲情大戏。为了避开警方的注意，男友在地下车库假装自杀，但他根本没想死，故意把车停在烟雾探测器下，想借此减轻判决。医生检查发现，西元身上有16处骨折，每处骨折值几百万，如果不处理，会留下永久的伤害，就能申请到高额的保险金。女儿脚后跟骨折，他们领了500万，手腕骨折又得了900万，加上其他的，总共1500万。左小指骨折，2人又申请了3000万的赔偿。特殊条款规定，每厘米伤口加上10万的石膏费。这对毫无人性的父母，为了钱给女儿买了各种保险，买了7份意外险，总共领了8500万，简直是把女儿当成摇钱树。但是到如今，母亲秀丽还在狡辩，她说女儿爱动，所以常骨折，领保险金也是很正常的。西元意外保险高达8亿，这对父母的下一步是造成女儿脚部严重伤害，就能领到30%，也就是2亿4千万。尤其是如果在假日发生，收益还能翻一番。要是这次没被警察查到，谁知道这孩子还得遭多少罪。看他们还想挣扎一下，老金直接掏出了从外卖员那儿拿来的监控录像，放大后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干坏事。第一次没成功，没能压断西元的骨头，于是哲浩又踩大油门重来一次。虽然他们撒了不少谎，但还是有真心的地方，那就是真心想让警方救他们女儿西元。但更现实的是，这份真心并不是为了西元，因为如果西元死了，他们就领不到保险金了。根据西元的年龄，他没买死亡保险，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害死他。西元3年前的画作，画上有4根蜡烛，表示他那时只有4岁，但左右脚的颜色不同，意味着他的一只脚打了石膏。这正是秀丽领到第一笔保险金的时候。罪恶的开始就从西元的车祸开始，因为那次领了保险金，他们家就办了个生日派对，西元还收到了礼物。从那以后，2人又买了很多保险，而西元可能不太在意自己受伤，他发现只有当叔叔和妈妈有钱时，他们才会开心。他非常爱他的妈妈，无论妈妈想做什么，西元都会全力以赴，甚至不怕被车撞。西元觉得自己受的伤还不够重，他甚至决心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可能致命的一击。10个月怀胎才能生下这么懂事的女儿，为什么有的人贪心到会伤害自己亲生的孩子呢？这时小美走进了审讯室，她要揭露一个真相，那就是西元其实并未死亡，在医生的努力下，他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，这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。又一个案件落下帷幕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世界真是五花八门啊！但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生活，也希望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到家中，千万不要碰高利贷。女孩因还不起巨额债务选择了自杀，而放贷公司连在葬礼上都不放过她。这些人简直是魔鬼，他们无情地破坏了葬礼，声称既然有钱买路钱，肯定还有钱还债。老母亲泣不成声地谴责这些恶人，但他们只顾自己，甚至抢走了女孩的丧葬费。听到这些话，那个收账的黑帮老大很不高兴，他拿出了女孩的贷款合同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本金3000万，其实他只借了500万。原来高利息是罪魁祸首，使得贷款的本金暴涨，这才是女孩难以承受的重压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消息一出，法院外聚集了众多市民，大家为死者讨回公道。他们一边高声疾呼打倒大武集团，律师坚称他们操作合法，这立刻引发了旁听者的强烈反应。这种无底线的剥削摧毁了无数家庭，这位女孩只是其中一例，连检察官都无法忍受。这种利息滚本金的做法被称为增额续贷，也就是把逾期利息加到本金上，这是高利贷者的常用伎俩。但老母亲表示，她女儿的印章被盗，所以合同很可能是伪造的。检员安娜也觉得事有蹊跷，一个女大学生怎会签下如此条款？安娜有了一计，如果合同是伪造的，肯定能找到证据，
决定去国内最权威的机构鉴定，只需检察官能拖延些时间，真相终将大白。为了配合调查，老金化身黑社会人士，深入犯罪团伙，计划一举拿下他们。但该从何下手呢？他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，表面招募能吃苦的员工，实际是在招募杀手，这就是他的切入点。终于到了约定见面的那天，老金伪装自己后赶到废品厂，带队的那个人，我们就叫他马脸吧。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，所有杀手都得通过酒精测试，喝酒的直接滚蛋。第二个要求是必须胆大心细，因为这是一次谋杀行动，胆小的也不用留，不过还是会有封口费。到头来只剩下老金和其他3人。今晚的行动很特别，成功后每人能拿到3000万，但老金坦言自己曾被捕，如果再被抓就没命了，因此他要求3500万。看这小子挺有胆色，马脸就答应了老金的条件。接着他收集了所有人的手机，至于目标是谁，马脸让大家别去问。行动正式开始，他们首先去了超市，然后按照清单购买了作案需要的卡式炉和气罐。正当他们准备结账离开时，老金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小美，被发现就前功尽弃。他正想躲开小美准备离开，这时候崔吉突然癫痫发作，小美立刻注意到了这一幕，赶紧上前去帮忙。没想到崔吉醒来后开始大喊，这让小美的注意力转向了老金。老金无计可施，只能在小美诧异的目光中带走同伴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还是不小心留给小美一点线索。崔吉这个人有点特别，似乎阿华他们也在暗中监视，背后的真相还得等剧情揭晓。